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。我和小姑子沈旭同时生产，她没有奶水，我却奶水充足。沈旭把他的儿子林朝送到我们家，求我帮忙喂一下。我碍于亲戚情分答应了。他却在我吃烧烤后带了一圈人来堵我，把林朝塞到我手里。就是因为你不忌口，我儿子身上才起疹子。你诚心的吧？吃我家的，用我家的，连个孩子都带不好。一个也是养，两个也是喂，以后我儿子你也一起带了。接下来你必须好好把林朝喂到3岁。我把林朝包好，往楼道门口一扔，往小区群里发消息：4个月大健康孤儿男婴，微霞，手慢无。我和沈旭前后脚生孩子。我还没出月子，婆婆周月兰就打包着我女儿沈小荷大包小包的衣服和尿不湿走了。旭旭那个婆婆坏得很，我要是不在，肯定没人管她。清河，你是长辈，让她，等她出了月子，我就回来照顾你。况且你生的是丫头，没有小子那么闹腾，一个人也忙得过来。我听了气得乳腺疼。说的倒是好听，什么丫头更好带，不过是重男轻女罢了。孩子出生前，周月兰天天呲着大牙跟小区里老头老太太说自己要有大孙子了。我订的月子中心也苦口婆心劝让我退了，说自己要亲自来照顾我和孩子，肯定比外面安全放心。结果女儿出生以后，周月兰就明里暗里问我什么时候要2胎。现在国家鼓励多生几个，一个丫头没法养老。我懒得理她，只是空的时候开始看育儿嫂，打算出了月子就让她回去。没想到这还没出月子，她就开始作妖了。沈旭生了儿子那天，周月兰喜笑颜开地从医院回来，直说他的大外孙又聪明又壮实。接下来几天，周月兰的耳朵就像塞了驴毛。我让她帮忙给女儿搭把手换尿布，她跑去冲奶粉。我说给女儿哄睡，她进厨房开始热剩菜，还偷偷用女儿专属的洗澡盆泡脚。沈旭则是一天3个电话打过来，连哭带唱说带孩子有多辛苦，自己多难受。周月兰欲言又止地忍了2天，还是没忍住，一大早就收拾东西说要去给沈旭帮忙。2天的倒忙帮下来，我现在巴不得他赶紧走得远远的，毕竟他在家里既不好好做饭，也不让我点外卖。1天下来，我事情没少干，心里还烦得要死。但是看着他满手的湿巾、尿不湿和女儿小衣服，还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忍不住开口：这些衣服都是新买的，小荷还要穿的，你全拿走小荷换洗怎么办？周月兰把几个手提袋往背后一藏，小孩子家家哪能穿得了这么多衣服？刚出生的玩件风长，放几天就小了，趁着昭昭现在能帮忙穿，还省得浪费了嘞。而且男娃长得快，到时候朝朝先穿，穿完小了给小荷穿，这不是刚好吗？话音刚落，周月兰趁着我还坐在沙发上给孩子喂奶，立刻扭身就出了门，连鞋子都来不及换，像是生怕我冲上去抢。我简直气笑了，让我自己家娃买的新衣服等别人穿旧了再穿，就是外人都说不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，亲奶奶竟然会这么做。难怪当初怀孕的时候，我约着沈旭一起出门逛街，给孩子买衣服鞋子，他却各种推脱，不是说身体不舒服，就是说已经在网上准备好了，原来是等着在我这里拿现成的。我抱着小荷起身，把大门反锁，现在家里就我跟小荷2人，我就算有心追究，也腾不开手，只能暂时当花钱消灾，买个清静了。老公沈源休了几天陪产假，已经回去上班了。他最近被项目外派到隔壁市，只有周末才能回来。
我爸妈住的地方跟我们不同区，现在还没退休，也不方便过来。刚找好的育儿嫂李素贞要再过1个礼拜才能下户，一时之间只能靠我自己带孩子。幸好小何是个天使宝宝，每天除了饿了困了，基本不闹脾气。我看着香香软软的女儿，一个人带着，虽然身体上累点，但是心里是高兴的。结果刚清静了没几天，周月兰又回来了。这次来的还有沈旭和他家儿子林朝。我刚打开门，一个 LV 包包就被塞到了手里。沈旭一脸真诚地抱过我手里的女儿，满脸堆笑：“嫂子，你不是之前说想买这只包吗？刚巧逛街看到有货，我就帮你买了送给你。”手里是 LV 的老花色牛角包。之前孕期和沈旭逛街，我想着买个包犒劳一下自己，在专柜看到牛角包，当下就有点喜欢，但是纠结了一下，还是选了托特包，想着带小何出门放点奶瓶尿不湿，使用率更高。当初沈旭还说我花1万多买了个妈妈包不值，他那么抠门的人，现在竟然会主动买下送给我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况且他生娃比我还晚1礼拜，现在都还没出月子，逛的哪门子街？我一脸狐疑地看着沈旭，怎么突然想着给我买包？这是有什么事吗？沈旭逗着手里的女儿：“这就是小何呀，长得可真漂亮。”“哎呀，能有什么事？就是不放心你跟小何2个人自己在家，我跟妈来看看你。”我这才发现，周月兰一进门就抱着沈旭的儿子林朝钻进了婴儿房，又是洗屁股，又是换尿布，屋子里传来一阵逗孩子的声音。既然他们都不说，我也乐得装傻，转身将他迎了进来。恰好小何哭了几声，我看了一下，时间已经1点了，到他平时午睡的时候了。从小旭手里接过孩子，开始喂奶哄睡。坐在沙发上，沈旭的眼睛却一直往我身上瞟，不是看嘬着小嘴的小何，而是看着我的胸。那个赤裸裸的眼神，要不是同为女人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龌龊的心思。我不自在地侧了侧身子，沈旭这才回过神，羡慕地开口：“嫂子，你奶水可真好。”说着又看了看自己胸前，不像我，林朝一天也吃不饱1顿。我顺着话茬安慰道：“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这很正常。我一开始也很少，都买了奶粉，打算混合喂养了，也是后面才多起来的。现在奶粉营养全面，喝奶粉也一样，不用亲喂还省得晚上受罪了。”沈旭一脸欲言又止，最后正要张嘴，被抱着林朝从屋里出来的周月兰打断：“这话说的不对，奶粉和母乳哪能一样？母乳最有营养，小孩就是要喝母乳才能长得壮实。旭旭这没用的，林朝跟着他一天饿3顿，清河你奶水足，以后你喂小何的时候，顺便把林朝一起喂了。”说着，周月兰就把林朝往我手上一放，抱着已经吃睡着的小何去屋里放下。我奶水确实很足，除了刚生产完那阵子，小何喝了几天奶粉，后来每天都是我亲自喂，母乳多得吃不完。害怕毒奶，我每天就用吸奶器吸出来，囤着放冰箱。后来冰箱都快放满了，还免费给附近宝妈群求母乳的姐妹送过几次。但是跟周月兰半个月的相处下来，我实在不喜欢她，连带着也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。沈旭见我不说话，恳求地开口：“嫂子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我本来也想着，要是实在没奶，就给林朝喂奶粉算了。结果刚吃了1顿，他就拉肚子了。我们去医院一查，才知道他蛋白过敏，只能喝特殊奶粉。你看这才喝了几天，他就瘦了这么多。”说着，沈旭呜呜哭了起来。
我看着躺在怀里的林朝，有点纠结。林朝确实长得挺好看的，比起小何确实有点偏瘦，但也是白皮肤、大眼睛、长睫毛。此时正乖乖地躺在我怀里吃手，让刚当了妈妈的我不由得有点母爱泛滥。毕竟他们沈家人在长相上确实有点优势的，我当年就是被沈园的皮囊迷惑了，忽视了他家庭，不顾爸妈反对也要嫁给他。幸好女儿完美继承了美貌基因，刚出生不久也能看出长得很漂亮，至少没有遗传我的黄黑皮。但我还是保持一丝理智，一旦答应了帮忙喂奶，必然要天天跟他们打交道。碍于实在不喜欢周月兰，我折中了一下，起身打开冰箱。小何每天喝不完的奶我都会冻起来，你们尽管拿去好了，多囤一点，也免得来回跑。周月兰刚好放好小何回来，率先出声：“那怎么行？专家说奶冻过以后，那营养都流失了。有新鲜的，我们林朝怎么能喝解冻的奶？你们都当妈了，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？依我看，反正旭旭也没有奶水，接下来就我带着林朝住清河这儿，还能帮你照顾小何。沈园说你最近在找保姆，刚好也不用找了。”我听了气得简直快回奶了，脸色一沉，直接赶人。我和小何现在挺好的，就不麻烦妈过来了。至于冰箱里的冻奶，你们要是要就拿去，不然的话就喝奶粉，难不成其他过敏孩子就不活了？说着我就要站起来送客，周月兰横眉一竖：“清河，你这话说的，有这么咒自己家孩子的吗？咱们是一家人，林朝是你侄子，喂一下奶怎么了？”倒是沈旭见我生气了，连忙拦下他妈，让他把吃饱的林朝带去睡觉，转而一脸不好意思地开口：“我妈就是这样，嘴上没把门，嫂子你别放心里去。你不想跟我妈一起住，我能理解。这样吧，我在你家楼上租一套房子，以后我妈和林朝住那儿，你每天帮我喂一下林朝。你看他都快满月了，现在还这么瘦，医生说他肠胃脆弱，最好是吃母乳，不然以后都会抵抗力不好。你就当是体谅一下我这个当妈的，帮帮小何的哥哥。我每个月再给你1000块钱的营养费。”说完，沈旭还抹了抹眼泪。我跟沈旭不算多熟悉，但是也打过几次交道。沈家条件不如林家，结婚后沈旭虽然手头宽裕了一点，但绝对不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人。现在为了孩子，又是租房子，又是送包包，还要给营养费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毕竟都是为了孩子。犹豫片刻，这次我答应了下来。那天起，周月兰和林朝住楼上，隔2-3个小时，孩子饿了就抱下来喂奶。没几天，我找的育儿嫂李素贞也上岗了，不仅把小何照顾得好，还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。原本的合同里，李素贞是不用做饭的，但是她来的第1天，见我在吃外卖，当下就进了厨房。这种时候怎么能吃外卖？就算出了月子，也得好好照顾自己。况且你还在喂奶，不吃点有营养的怎么行？以后想吃什么，尽管跟我说。周月兰一心扑在林朝身上，除了喝奶的时候，基本不下来。我和李素贞、小何一家3口日子过得舒心极了。这天周末，沈园回来，刚好赶上到了小何打疫苗的日子。我拉着沈园一起去医院，趁机培养下父女感情。打完疫苗回来，进门却没有看见育儿嫂李素贞。以往我一进门，她就算在其他房间里，也会出声个跟我打个招呼。今天这样实在反常。我一边喊着李素贞，一边进门，没想到没看到李素贞，周月兰倒是穿着围裙，拿着铲子从厨房出来了。清河，你回来了，快坐，等下就能吃了。
我把在回来路上睡着的小何放到婴儿床里，张望着。李阿姨呢？周月兰讨好的嘿嘿笑了一下，把手往围裙上擦了擦。我让她回去了，像是怕我追问，她赶紧继续说道：我想着咱们这么近，还要什么保姆啊？以后妈给你做饭。我早就想说了，她每天给你做的那些菜，跟我们吃的有什么区别？一点都不下奶。你现在喂着2个孩子，不多喝点汤怎么行？要是哪天没奶了，林朝和小何都得挨饿。说着，周月兰从厨房端出了一个砂锅，掀开盖子放到桌子上，劝我趁热喝。砂锅里躺着几块肥硕的老母鸡肉，鸡皮又宽又黄，上面还浮着一层厚厚的油光。我当下就沉下脸，掏出手机准备给李素贞打电话，把她叫回来。周月兰伸手就要拦：哎呀，小袁，你快来劝劝你媳妇，那保姆1个月1万多，多浪费啊，这钱给自家人不好吗？刚在车库停好车的沈源也上来了，还是惯常的和稀泥，那保姆请都请了，小何也喜欢他，就让他留着吧。哎，老婆，快来尝尝妈给你炖的汤。我没说话，直接舀起一勺塞进沈源的嘴里，沈源习惯性咽了下去，果然下一秒他就吐了出来。呸呸呸，妈，你是不是忘记放盐了？淡得像水，还一嘴油。当初月子里的时候，周月兰就是这样，不是煮点清汤寡水的挂面，就是做我吃不了的浓油赤酱。直到后来林朝也要喝奶，他才老实了，开始炖汤送下来给我。结果送来的都是些肥腻的老母鸡汤、猪蹄汤，一点盐都不放，还非要盯着我催我喝。我当着他面直接倒进了下水道，几次以后他才消停了，不敢再送过来。估计以为今天我会和以前一样倒掉，才特地在沈源面前作秀。周月兰没想到我会给沈源喝，连忙转移话题：这是给清河下奶用的，你喝它做什么？我把肉拆出来了，你等下蘸水吃。清河啊，这营养都在汤里，肉都柴了，咱们喝汤。我把碗往砂锅里一摔，就要发火。客厅婴儿床里的小何听到动静哼唧了2声，沈源也连忙小声安抚我：我妈她就这样，年纪大了，脑子不清楚，都是老一辈的想法，你别跟她计较。晚上我带你出去吃烧烤。想到沈源难得回来一次，我还是决定忍1天，明天再和周月兰算账。况且不得不说，沈源还是很了解我的。李素贞的饭菜虽然好吃，但是太有营养了。1个多月没有碰垃圾食品，我也确实有点忍不住。但是李素贞必须叫回来。我当着周月兰的面给李素贞打了电话，以后除了我的话，谁的你都不用听，毕竟给你发工资的人是我。说完，我看了一眼一旁竖着耳朵偷听的周月兰，继续说道：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这钱我就算扔了，也不会给某些让我堵心的人。周月兰在沈源面前整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拿李素贞那份钱，现在被我当场戳穿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沈源在家待了2天，又回去工作了。我前脚把沈源送出门，准备把小何的衣服收拾一下，后脚家里浩浩荡荡闯进来一群人。为首的沈旭抱着林朝冲到我面前：你前天吃烧烤了是不是？明知道自己在喂奶，竟然还吃这些不健康的东西。就是因为你不忌口，我儿子身上才起疹子，你诚心的吧？见我没否认，原本对沈旭不满的沈旭公婆，这时候也把矛头转向了我。原来真的是旭旭说那样，我们家每个月给你这么多钱，你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，信不信我们马上换人？我一脸懵地看着眼前众人，思考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。
沈旭认为是我吃的烧烤导致林朝喝完我的奶水过敏了，现在来讨伐我。林家公婆质问沈旭，沈旭和他妈甩锅我。虽然觉得是无稽之谈，但我还是解释道：母乳小何也一直在喝，他什么反应都没有，是不是林朝接触到什么过敏源了？周月兰闻言立刻站出来甩锅，那怎么可能？林朝每天吃的用的都一样，就昨天喝完奶就病了，肯定是因为你那天晚上出去吃的烧烤上火了。毕竟现在林朝是周月兰在带，他是绝对不能承认孩子是在他手里出问题的。沈旭原本带点心虚表情也立刻坚定起来，我们林朝本身就是过敏宝宝，体质比小何弱，肯定是你瞎吃外面的东西才把母乳污染了。吃我家的，用我家的，连个孩子都带不好。你现在就带着林朝去医院，医药费、营养费你必须负责到底。一个也是养，两个也是喂，以后儿子你也一起带了吧。接下来你必须好好把林朝到3岁。说着，沈旭把孩子往我手里一塞，带着人转身出门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家里瞬间只剩我和手里的林朝了。李素贞刚才带着小何在阳台晒太阳，怕人多吓到他，现在才抱着孩子过来。哎呀，林朝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送医院啊？我仔细看了看，林朝脸上原本雪白的皮肤现在通红，还有不少小疙瘩，确实一看就是过敏了。原本我可能还会有内疚，毕竟我忘了林朝容易过敏，没有提醒周月兰这几天先喝冻奶。但是沈旭这么一闹，还真就把我心里的不好意思给闹没了。求着我替他喂了几个月儿子，还真拿我当下人了。我对李素贞摆摆手，他自己亲爸妈亲爷奶都忙着互相甩锅不照顾，哪轮得到我们善心泛滥。正准备出门把孩子送回楼上，隐约听到门口有动静。我打开手机查看监控，沈旭和周月兰刚出门就凑在一起了。妈，这样能行吗？陈清河真能心甘情愿帮我们带林朝吗？当然了，现在他为着2个孩子，不给他找点事，他哪能尽心尽力帮我们照顾林朝？一颗心都掉在那丫头身上了。不信你跟我一起在楼下守着，按他的性格保管，等会儿就着急的送林朝去医院。那行，反正林朝也看过医生了，说没什么事，要是能借这个机会绑定陈清河，以后我们就轻松了。听着监控里不要脸的话，我死死握着拳头，才忍住不冲出去。我把林朝包好往楼道口一扔，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发到小区群里。4个月大健康孤儿男婴，微霞手慢舞。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一开始大家以为开玩笑，没人要的小孩吗？借我玩玩。小男孩答咩，要是香香软软的小女孩，我可就来捡了。楼主老实说，是小咪还是旺财？我家刚好想买只小猫咪，但是也有眼尖的把图片放大了仔细看。等等，好像真的是个小孩，我看到手了。我去，不是吧？这个年代还有弃婴？真的假的？我这才慢悠悠出来回复，当然是真的。脸上长了点疹子，95斤，可能是过敏，最好带去医院检查下，整体还是很漂亮的。不知道谁家不要了，扔我家门口，可惜我女儿刚出生，没能力养2个了。说着，我又往群里发了一张林朝日常的照片。这下是真的炸了。毕竟健康的男婴现在在孤儿院都排不上队领养，更何况林朝年纪小还长得好看。对于家里真心想收养孩子的，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先捡捡看再说。没一会儿，我家门口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。
没多久就升级成吵嚷声和叫骂声。最后听到的时候是沈旭哐哐砸门的声音。我慢悠悠地打开门，哟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沈旭也顾不得骂人了，攥住我的手腕就要拉着我往外走。陈清河，你赶紧跟他们说，林朝是谁儿子？光天化日竟然干出抢孩子的事情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看向电梯口，一对中年夫妻正跟沈旭公婆拉扯着，两队人各自抓着林朝包背的一步脚，谁都不肯先放手。这是我大孙子，你再不放手我报警了。是你的妈就大孙子，我还说是我亲生的呢。都是来捡孩子的，先到先得，我凭什么让给你？臭不要脸！呸！还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。遇上不讲理的，就连沈旭一家都没办法。沈旭虽然租了楼上的房子，但不是业主，不在业主群里，估计还不知道我往群里发的消息，此刻还想着我能帮他们。我看了会儿热闹，把手一摊，我可不知道，毕竟我产后抑郁，记性不好。这几天我复盘了一下这几个月的事，真觉得我要是脆弱点，估计已经抑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故意的是吧？沈旭气得就要伸手打我，却被我抓住一把甩了出去，恰巧砸到正在抢孩子的两队人上，几个人摔作一团，林朝也哇哇大哭起来。双方争执不下，中年夫妻这下更是闹着要沈旭赔偿医药费，闹着不给钱就要告他们打人。林朝奶奶心疼哭着的孙子，等不及报警处理，做主出了笔钱，才把那对来捡孩子的夫妻打发走。楼道里终于安静下来，看热闹的邻居们也回去了。这下他们终于有精力来对付我了。刚刚出了钱，肉疼得不行的林朝奶奶率先开口：“你个天杀的贱人，竟敢把我的乖孙送人！我要报警抓你！反正都撕破脸了，我也懒得再跟他们演。你们把孩子往我家一放就走了，我扔出去怎么了？我们家一个月给你这么多钱，你本来就该帮我们照顾好林朝。”我眉头一蹙，这已经是林朝奶奶第2次提到钱了。但是沈旭所谓的1000块钱营养费，我连毛都没见过，更何况拿了。本来当初帮他也不是为了钱，他没有主动拿过来，我也就没提。往我身上泼脏水可不行。什么钱不钱的，我从头到尾可是没拿你们林家沈家1分钱，倒是你们林朝用的不少尿不湿小衣服，还是从我们家给顺走的。我没问你们要钱，就偷着乐去吧。说话间，我看到沈旭和周月兰脸上的心虚一闪而过，顿时明白过来。林朝还在哭个不停，周月兰赶忙抱着上前找我。林朝肯定是饿了，清河你快喂一下。我的眼神在沈旭和周月兰身上转了一圈，最后看着沈旭公婆，要我喂可以，我们先把钱的事情说清楚。你们张口闭口给了钱，钱到底给到谁了？我可是1分都没见过。沈旭公公率先开口，旭旭他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每个月都给他5000块钱营养费吗？沈旭急了，也顾不得其他的，朝着我挤眉弄眼，给了，前阵子太忙了，所以忘了。这谁还能不明白？沈旭借着让我帮忙为林朝的由头，每个月从他公婆那里拿5000块钱，结果瞒着他们自己截胡了，还真是两头赚啊！一见这个情景，沈旭公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当下就对着沈旭质问：“旭旭，你怎么回事？这都几个月了，你是不是？”周月兰见女儿一脸尴尬，连忙上来打圆场：“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什么钱不钱的，是我让旭旭不用给的。好了，清河赶紧给林朝喂奶吧，看给他饿的。”我面无表情地瞥了周月兰一眼，转身就往屋里走。不喂。以前是我圣母心发作，
以后你们该找奶妈找奶妈，该喂奶粉喂奶粉。说实话，即便是我原来就没对周月兰抱希望，此时也寒心了。从怀孕开始，我就抱着婆婆不是亲妈的心情跟她相处的，有什么事尽量能忍则忍，想着反正也不会待太久。她扔下我去照顾女儿，平时偏向沈旭我也都算了，但是这样吸我的血来帮她，我实在没法忍。门口的周月兰急了，立刻就要跟进来。原本沈旭就因为没有奶水被公婆说道，好不容易我接手了，他们才消停。现在我当着沈旭公婆的面这么不给面子，这让沈旭以后还怎么在林家说话？我扶着门框不让他们进来，帮你们喂了几个月，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再闯进来我报警了。周月兰还要再说些什么劝我，沈旭率先打断了他。你带下林朝怎么了？你又没有工作，每天吃我家的用我家的，帮我们带孩子怎么了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况且你还收了我送你的包。我当初怀孕初期状况不太好，医生建议在家休养，考虑以后我就辞职了。原本也没指望周月兰能帮忙带孩子，所以计划等小何大一点，或者我妈退休了再重新工作。为此，沈旭明里暗里说过好几次，认为自己孕期也在上班赚钱，高我一等。我从玄关的柜子上拿下那个还没拆封的 LV 包包，扔回到沈旭手里。之前你儿子生病发烧，你跟你老公出去旅游了，半夜打电话求我送他们去的医院。况且你一个月早出晚归也就3000块，我的婚前房子收租一个月都能收4500，你这个妈好像钱也没赚到，孩子也没带好啊。说完，我不再与他们掰扯，直接闪身进屋，把门关上。李素贞给我递了一杯牛奶，愤愤不平地开口：早该这样，他们就是欺负您好说话，就这么赶走，还真是便宜他们了。我看了眼安静的门口，没事，很快他们就会求回来了。林朝我带过，知道他有多难照顾，连喝水解奶粉都要适应一阵子，哪能这么容易就换奶？当天晚上，我们同城宝妈互助群进了一个新人，他一进群就迫不及待地发消息：各位宝妈，谁家有多余的母乳，可以帮忙喂一下我家宝宝吗？他蛋白过敏，一喝奶粉就拉肚子。群里的宝妈都很好心，一个个帮他出主意，有推荐深度水解奶粉的，有让他多去几家医院查过敏源的，但是谁都没有主动说愿意给他母乳。毕竟大家都非亲非故的，他也没有提出让人心动的报酬。这种敏感的宝宝，要是出了事情算谁的？果然聊了一阵，没什么人说话，他主动开口。我想的是，有没有奶水比较充足的宝妈可以帮忙喂一下，想过渡一段时间再换奶粉。我可以出营养费，1个月1000块。这下群里纷纷调转矛头。你什么意思？1000块钱就想让我们给你儿子当奶妈啊？就是，群里大家互帮互助，顶多也就是借点冻奶，哪有提出帮忙喂这种要求的？真是又抠又想得美。我嗤笑一声，沈旭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想得美，觉得人人都是冤大头。没错，新进群的那个人就是小姑子沈旭。一下成为众矢之的，沈旭立刻故技重施，退了一步开始卖惨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毕竟孩子过敏了，一时心急。要是有冻奶母乳也行，我可以买，每天上门自提。我家孩子身体不好，至少得让他喝到6个月呀。说着还往群里发了一张林朝过敏的照片。看到孩子确实有些宝妈爱心泛滥了，也不再讨伐他，甚至有个宝妈主动帮忙。你可以问问这个宝妈，她人很好，
之前我回奶的时候，我家宝宝就是问他借的母乳，然后拍了一个微信号，但是沈旭却沉默了，因为那个微信号是我的。就在昨天以前，我们还是微信好友。或许是联系不上我，沈旭在群里沉寂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才找到一个宝妈愿意高价卖点母乳给他。过了不到1礼拜，沈旭和周月兰又上门了。这次2个人都老实得很。这段时间沈旭可过得不怎么样，听说经常被公婆埋怨，逼着他喝一堆下奶的汤，可惜怎么喝都不行，最后甚至直接自然断奶了。特地找了买母乳的宝妈也不老实，每天就给一点点，还狮子大开口，又要钱又要东西，逼得沈旭为了省钱，已经把楼上租的房子都退了。沈旭给我塞了一个厚实的红包，这是前几个月的营养费，之前忙忘了，嫂子你快收下。我当着沈旭的面打开红包数了起来，竟然有6000块，比之前说的还多。我把红包揣进兜里，还有事吗？沈旭见我收下钱，以为事情有了转机，立刻陪笑。嫂子，那我们还按之前说好的，你帮忙喂一下林潮，我们每个月给你1000块。我一脸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，这个钱是你前几个月欠我的，跟以后有什么关系？说完，屋子也没让他们进，直接关门。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门外2个人又急又气。监控里，周月兰一脸自信，要我说把你哥喊回来，我还不信陈清河还敢不带我们临朝。沈旭没接话，神色一变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说罢开始砸门。嫂子，有个事情我本来不想说的，但是你这样不给面子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看着他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，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我送你几万块的 LV 包包，你却还我一个假的，你这是做的可不道德。现在你要么继续给林潮喂奶，这件事我也就不追究了，否则你就照原价把包钱还给我。身后的李素贞听不下去了，对着沈旭反驳，这包从我过来开始就一直放在鞋柜上，没人动过，你怎么这样污蔑人呢？沈旭面不改色，我们说话跟你一个保姆有什么关系？信不信让我哥解雇你？见我一脸看傻子的表情看着他，沈旭气急败坏地留下狠话，声称要让我后悔。没几天，我就在宝妈群看到了这个八卦。沈旭发了个帖子，声称自己给嫂子送包送钱，结果嫂子说好帮忙喂奶，拿了钱就翻脸不认人，甚至还了个假包回去。沈旭还假装不经意地透露出了我的个人信息。宝妈的瓜总是在宝妈群里传得很快，甚至有几个宝妈认出来我的微信头像，私信问是不是我。我等了2天，在舆论发酵的时候，把所有证据打包，直接报警，包括家里的监控视频。我说沈旭怎么转性了，竟然舍得送那么贵的包，感情是买的假货，用几百块钱换几万块钱的人情和回礼，还真是够精明的。幸好这几个月我忙着带孩子，没时间拆那个包，鞋柜刚好在监控范围内，从包包拿进来到包包给出去，全程录下来包包没人动过的事实。沈旭故意隐瞒假包的消息，却要求我赔偿真包的钱，已经涉及诈骗，而且数额较大，警察很快立案了。报完案，我把报案记录和监控内容整理成一整条帖子，公开在平台上回应沈旭。舆论一下反转了，评论区全是骂沈旭拿他们当枪使的，不要脸，用假包换真钱，搁这儿骗钱套现呢。就是都当妈还这么不要脸，他嫂子都帮他带了好几个月娃了，还倒打一耙。要是有谁愿意帮我儿子喂奶，我直接去贴身伺候。
当天晚上，沈旭就注销了那个账号。再一次见到沈旭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的趾高气昂，低声下气的上门请求我撤案。警察在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上门，虽然最后看在他还在哺乳期的份上，并没有拘留，但是录了口供。最重要的是，警察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聚餐，不仅他的公婆老公在，甚至还有些其他关系近的亲戚和同事。这下真的是该知道的不该知道全都知道了。沈旭的公公婆婆是老师，最重面子，现在当着亲戚的面丢了这么大一个人，眼睛一翻就要晕过去，大喊着真是家门不幸，怎么娶了个这样的儿媳妇，气得当场要让儿子跟沈旭离婚，否则就不再管夫妻俩的事，也不会再给他们经济上的支持。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忙提供母乳，林朝现在已经正式开始喝奶粉了。小小一罐深度水解奶粉400克就要将近400块，而一罐奶粉3天就没了，一个月光是奶粉就要喝掉4000块。夫妻俩本来就赚得不多，吃家里住家里还月光，平时养孩子全靠公公婆婆帮衬。沈旭老公倒是个死心塌地的，为了沈旭和父母大吵一架，喊着打死也不会离婚的。林家公婆倒是一点都不重男轻女，不管是孙子还是儿子，一视同仁，打包扔了出去，声称老脸都丢尽了，以后不会再管他们。两人不仅多了养孩子支出，还要自己租房子，日子过得越来越紧。最要命的，婆婆帮不了他们了。一开始，周月兰还试图带着林朝住进我家，给他们夫妻俩减轻压力。我直接把沈源叫了回来，让他选到底是要老婆孩子还是要妈。如果他选择要妈妈和妹妹，我们就离婚，房子卖了，资产分割一下，小何跟着我，刚好我还可以回家让爸妈帮忙一起带，孩子也能改着跟我姓。沈源还想跟以前一样和稀泥，说着一些他妈一时糊涂的话。我直接就把离婚协议寄到了他公司。初不上力带孩子已经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了，但毕竟他每个月工资全额上缴，我还能看在钱的面子上给点好脸色，那张好看的脸也能提供些情绪价值。如果连婆媳关系都处理不好，只会给我添乱的话，那这个老公不要也罢。收到文件的沈源立刻跟公司打报告，调回本市，宁可升迁无望也要回来。毕竟他心里也清楚，离婚后我们家完全有能力养小何。我和周月兰、沈旭的那些矛盾，他也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以前总想着粉饰太平，两边都装傻。沈源请假回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去过户房子，然后当着周月兰的面声明，这套房子是清河的，我也是借住，妈你就别折腾了，清河的房子他说了算。况且小何还这么小，我总不能一下从一家3口变成孤家寡人吧。妈你就体谅体谅我，消停一会儿吧。我扑哧一声笑出了声，没想到沈源平时那种窝窝囊囊摆烂的样子，一旦换个说话对象，还挺解气的。周月兰当下被气得捂着胸口，大骂沈源不孝，这下也不重男轻女了，说着生他还不如生块叉烧。最后带着林朝回了沈旭租的2室1厅，结果不到1礼拜，周月兰下楼的时候摔了。虽然问题不大，但是腰扭到了，几个月都得静养。这下可苦了沈旭了，一下少了个帮手，还多了一个要照顾的人。当初求周月兰帮忙带孩子的时候，沈旭一口一个妈喊得亲热，现在却给沈源打电话说婆婆应该我们来养。最后不知道沈旭怎么劝说的，安排周月兰回了乡下。虽然这样不用照顾老人，但是林朝就得他自己带了。
原先沈旭还想请个保姆，自己上班让保姆带孩子，结果去市场上一打听，一个个贵得吓人，勉强雇了一个，自己跟老公的收入差不多都搭进去给保姆发工资了。然而临潮还要喝奶粉、买尿布，沈旭也找过沈源，试图让沈源支援他一下，可惜沈源现在都比脸还干净。坚持了不到2个月，沈旭还是辞退了保姆，自己当了全职妈妈。原先他见到我就一口一个他家养着我，让他帮忙搭把手，就说自己有工作有贡献，话里话外尽是对我没有工作的轻视。没想到现在他自己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人。我一边和李素贞聊着八卦，一边看着面前正在练习爬的小河，扑上去狠狠亲了一口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纱帘洒在客厅里，小何咯咯笑着往我怀里钻。李素贞端来切好的水果，看着满地打滚的临潮照片直摇头，当初闹得凶，现在倒好，自己把日子过成这样。手机突然震动，业主群弹出消息，沈旭在楼下垃圾桶旁跟收废品的争执，说是对方碰倒了婴儿车，临潮差点摔出来。群友拍的照片里，沈旭头发凌乱，怀里的临潮哭得满脸通红，奶粉罐滚在一旁沾满灰尘。活该！我关了手机，把小何抱上儿童餐椅。李素贞变魔术似的掏出溶豆，小何立刻破涕为笑。窗外传来隐约的婴儿啼哭，混着沈旭尖利的咒骂，被夏日的蝉鸣渐渐盖过。日子突然安静下来。沈源每天下班准时回家，抢着给小何洗澡、读绘本。周月兰偶尔打电话来，话里话外都是想回来带孩子，被沈源用亲和的育儿方法更科学挡了回去。倒是临潮的爷爷奶奶在家长群里给孙子报了高价早教班，配文不能输在起跑线，字里行间透着刻意炫耀，反倒让知情的邻居私下笑了好一阵。某天深夜，沈源翻出尘封的相册，指着我们大学时的合照叹气，以前总觉得家和万事兴，现在才明白，有些和是委屈堆出来的。我靠在他肩头，听着小何均匀的呼吸声，忽然觉得这场闹剧倒也值得，至少让所有人看清了，亲情不该是算计与压榨的借口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2个故事。奶奶被骗子忽悠，要买5万1台的治疗仪。她说自己活不久了，那治疗仪能救她的命。全家人劝都不听，只听骗子的话。我只好改装了家里的按摩椅，骗她说我买回来了。没想到1周后，来我家用救命治疗仪的老人排起长队。我们小区来了一个健康养生团队，他们租下一个店面，打出免费试用高端治疗仪的招牌。小区的老人们一开始去领免费鸡蛋，后来人越来越多。奶奶去了半个月，然后上头了，一天不用那治疗仪就浑身不舒坦。她说那是高端电磁治疗仪，用电流调理人体磁场，可以治疗的疾病包括但不限于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血栓、癌症晚期，是远超现代医疗的黑科技。只在我们小区有1台，原价5万块，开业大酬宾打98折，直接省下1000块。优惠截止到今天，再不买就来不及了。我们一听就是骗子。奶奶取出退休金，就要去给骗子送钱。我爸妈赶紧劝，说家里的保健产品够多了，没必要再买治疗仪。奶奶天生脾气倔，一瞪眼说，那台治疗仪比家里这些破烂有用多了。大师说，我这关节炎风湿病，再拖下去就只能卧床了。只有那台治疗仪能治我的病，
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养生团队的头目是个老师傅，自称是养生大师。我在网上看到过这类骗局，找出一个新闻视频给奶奶看，看到智商税、骗退休金这类字眼，奶奶突然发火，撒泼打滚。你们不让我买治疗仪，你们根本不关心我的死活。等我入土了，你们可没地方后悔去。我正想跟奶奶理论，我爸把我拉到一边，欣然别劝了，让他买吧。不买他又要闹，买回来放家里，我们耳根子都清净了。咱们给他出钱，别让他用退休金就行了。我爸妈忙于工作，比起买治疗仪的钱，家里清静和睦更重要。再说奶奶已经78岁了，一身老年病，动怒生气最伤身体。她平日要买什么，爸妈都是尽量满足。爷爷在10多年前癌症去世，谁也不知道奶奶何时会被一场大病打倒。正因如此，打着治病，旗号骗人的骗子最可恶。只是我不明白，奶奶以前是小学教师，很有文化，怎么会看不破骗子的嘴脸？我小时候闹着要吃聪明丸，据说吃了能补脑子，考试都考100分。奶奶告诉我那是骗人的，只有自己努力才能考100分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怎么奶奶自己上当受骗了？爸，奶奶怎么变了？她以前不信这些的。我爸叹了一口气，奶奶不是变了，奶奶只是老了。我回头看奶奶，她满头白发，身子佝偻，揣着退休金抹眼泪。但我还是不同意奶奶买治疗仪。那治疗仪的牌子我听都没听说过，是3无产品，又是电磁设备，万一漏电了，真的会要人命。爸妈，你们看住奶奶，我去养生馆看看怎么回事。我年前被裁员回家了，公司不景气，我的项目直接被砍，好在赔偿金够花一阵子。我准备年后再开始找工作，这会儿在家闲着没事干。我戴上帽子口罩，加入试用高端治疗仪的队伍。养生馆原本是10平米见方的空仓库，现在摆着4排塑料椅子，椅子上垫着坐垫，坐垫用电线串联，连到讲台的治疗仪上。讲台是临时搭的，一张桌上架着简易白板和宣传海报。我进去的时候人还没满，我在前排一张椅子坐下，门口有人在吵闹，凭什么不送鸡蛋了？上周还送呢。我看向门外，原来是一个大妈在跟养生馆的人闹。养生馆的人极不耐烦，送鸡蛋是开业福利，现在不送了，你占不到便宜还有理了。走走走，这么多人等着呢，不缺你一个。大妈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此时椅子已经坐满人，一个面容沧桑的老师傅走进来，正式开始宣讲。老师傅就是养生大师刘广胜。他说自己5年前确诊肺癌，原本活不过半个月，但是机缘巧合之下，他接触到康复牌养生治疗仪，短短半年，不仅癌症痊愈，身体各项指标恢复到30岁的状态。从此他便致力于宣传治疗仪，帮助更多病人恢复健康。这台治疗仪全名为射频电磁脉冲治疗仪，血液里含铁都知道吧？治疗仪就是利用电磁脉冲，把血液里的铁都吸附起来，强化人体磁场，粉碎一切细菌病毒。在启动治疗仪之前，让我们高喊养生口号，释放信仰，强化磁场。话音刚落，所有老人起立高喊：康复康复，我要康复，打倒癌症，杀死病毒。我惊呆了，被老人们喊声中的狂热。
我明白过来，养生馆这是对老人进行提纯了。一开始吸引人来看热闹，筛选掉只爱贪便宜的，剩下的都是对治疗仪深信不疑的。大师神秘兮兮地笑了，开启治疗仪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是老年人诈骗的常见话术。先说一些常识，再用通俗易懂的例子包装起来。老年人听不懂专业术语，但是能听懂骗子的话，再加上自身急切的想治病，就会轻信骗子。我心中冷笑，掏出手机录视频。没想到手机刚亮屏，我身边一个伯伯大喊：“大师，他在玩手机！”顿时所有人用谴责的目光看向我。大师走过来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生面孔啊，你是第一次来吧？我们这禁止使用手机，手机的辐射会造成电磁干扰，严重可能会引起爆炸。你也不想害了我们所有人吧？”他握住我的手腕，强硬地把手机压下去，皮肤接触引起静电，电得我一哆嗦。大师笑着说：“你的磁场很强啊，说明身体里带电负离子很多，比其他人携带更多负能量。有你在场，恐怕会削弱别人的正能量啊！”我听大师满嘴歪理，气得够呛。带电是因为坐垫放电了，血液里的铁在血红蛋白里，跟电流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用假冒伪劣产品骗钱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大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又电得我一哆嗦。他还没开口，周围的人愤怒起哄。他在质疑大师，他会破坏信仰磁场，把他赶出去，赶出去！我愣住了。我明明是想帮这些被洗脑的老人，他们却反过来恨我耽误他们治病。一只拖鞋甩在我背上，后排伯伯正脱下另一只鞋，嘴里骂得很脏。大师严肃地制止了人群，对我弯腰做出一个请的姿势。你也听到了，不是我针对你，只是大家都不欢迎你。我被赶出养生馆，但我不死心，偷溜到养生馆背面，想找个缝隙偷拍里面。可惜养生馆没有窗户，隔音也很好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猫腻。我正沮丧，隐隐听到有人走向这边，赶紧躲进一旁的男厕所。我在隔间里竖起耳朵，竟是大师跟工作人员走了进来。我真服了，这群老东西抠门死了。咱们都干了大半月了，一台机器也没卖出去。再这样下去，这个月的 KPI 完不成了啊！他们可能以为没有外人，自顾自聊起来。我果断打开手机录音，他们两人走到小便池前开始撒尿。大师抱怨说：“你下次给我化妆能不能轻薄点？我脸上闷的全是痘痘。靠，你底薪比我们多300块钱，就该多受点罪。”原来大师是个年轻人，只是化妆成老人。同事又说：“要不咱们还是搬吧，听说隔壁小区有钱的老人很多，咱们去那捞一笔。”大师尿完抖了抖，不急，有个傻老太太上钩了。她说回家取钱，下午就拿着钱来买机器。他们走后，我兴奋地凑近手机听，确实录下了他们诈骗的证据。但我仔细一想，又迷茫了。就算我拿录音给奶奶听，打消了她购买治疗仪的想法，但她仍然急切地想治病，只会投入新的骗局。如果我用这份录音去报警呢？首先，我们小区没人有财产损失，可能根本无法立案。就算立案了，诈骗团伙很狡猾，法人一般都没有实权。法人无力支付赔偿金，无法根除犯罪团伙，事后我可能遭到疯狂报复。这种案例我听多了，所以诈骗案件只建议追回损失，不要一根筋死磕，吃力不讨好。
我思来想去，下定了决心，与其让奶奶被别人骗，不如被我骗，至少我不会害她。我联系了做定制的老板，我记得康复牌养生治疗仪的样子，搜索网图，东拼西凑做了一份产品设计图。我以前给公司团建采买道具，都是找这个老板，跟他很熟。老板看了产品图，为难地说：“这么多按钮，我们厂里做不了电器啊。”我解释说，只要显示屏能亮就行，不需要其他任何功能。我仿照治疗仪设置了多种电流频道，但实际上我这台机器不会放电，只是一个数字显示屏。按哪个按钮，显示屏就显示哪个频道，仅仅是空壳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网购了加热坐垫、腰垫、开关准备连、治疗仪。家里的地下室有一台旧按摩椅，我也送去店里清洗干净，用医用无纺布定做了椅子套，印上康复牌商标。我把旧按摩椅包起来，这样奶奶就认不出来了。地下室堆满了杂物，什么艾灸仪、恒温泡脚桶，都是奶奶用了几次就忘掉的。其实爸妈并没有亏待过奶奶，她要什么都给买，但奶奶一直不满意。当我准备好按摩椅、定做的治疗仪也寄到了，我全都组装起来。别说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这台设备一亮相，全家人都懵住了。我殷勤地说：“奶奶，你要的电磁治疗仪我买回来了，快坐上去试试吧。”奶奶陈竹青怀疑地盯着治疗仪，这跟养生馆里那台长得不一样呀，人家的是塑料椅子。我推了下眼镜，故作高深：“你说的没错，奶奶，确实不一样。因为我这台是还没上市的顶级治疗仪，座椅符合人体工学，可以矫正脊椎侧弯、腰椎间盘突出。不信你坐上去感受一下，是不是比养生馆的椅子舒服？”奶奶半信半疑地坐上去，舒展筋骨，好像确实舒服一些。我转身启动治疗仪，奶奶突然握住我的手，皱眉说：“不对，没有放电，这治疗仪是假的。”我回握住奶奶的手，不紧不慢地解释：“奶奶，不放电不代表没有磁场。你想啊，放电意味着电量高了，溢出体外了。这台顶级治疗仪可以精准控制电量，正好等于人体磁场电流。人体内磁场稳定，自然就不会放电了。”奶奶面露迷茫：“有这回事吗？大师从没说过。”大师在奶奶心中俨然是权威的象征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拿出我的权威证书，我的生物医学专业毕业证书。奶奶，你忘了我专业是生医吗？我们有一门课专门研究医疗穿戴设备的，我考了90分呢。毕业证书果然挽回了奶奶对我的信任。没想到我这专业毕业后1分钱没挣到，现在倒派上用场了。这时，按摩椅震动起来，按摩奶奶的后背和小腿。奶奶惊叫一声：“动了，动了！”我按住奶奶：“动就对了。”这个功能是专门清除血栓的。一般下水道堵了怎么办？敲敲打打就可以把异物震掉，这是一样的原理。治疗仪震动全身血管筋脉，就能把堵在血管里的血栓震掉了。奶奶连连点头，似乎觉得有道理。加热坐垫和腰垫也发挥作用。奶奶说身体发热，我惊讶地捂住嘴。真的？我还以为这个功能没开发出来呢。这是国际前沿的红外辐射技术，通过红外辐射把热量渗透进皮肤，就像你加热稀粥防止馊掉一样。
加热也可以把人体内的坏细胞杀死。癌细胞就是坏掉的细胞，所以这个功能可以治疗癌症。奶奶双眼放光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她爱抚着治疗仪，问我：这么好的东西，大师怎么不拿出来呢？该让大家都用上。奶奶，我说了，这是还没上市的顶级治疗仪，我托朋友从内部渠道买的，一般人可弄不到。这一定很贵吧？用的员工内购价1折。奶奶看向我的眼神激动又自豪。1折，有朋友真好啊！其实连1折的钱都不到，毕竟只是电子显示屏和加热垫子。奶奶信了，真以为这是日思夜想的电磁治疗仪。我因为心虚，每次奶奶坐在治疗仪上，我都陪奶奶聊天，给她端茶捏脚。我背地里给爸妈解释了，他们笑得前仰后合，但转过头又生气，说我这点小聪明怎么不用在正道上。我虽然心虚，但不后悔。奶奶真的很喜欢这台治疗仪，恨不得抱着它睡觉。我安心投简历找工作，去邻近的城市面试。1周后我回家，到家门口的时候傻眼了。很多老年人拎着鸡蛋、饼干、牛奶，在我家门口排起长龙。我以为出什么事了，抓住一个大妈张素娥问：张婶，这是咋了？为啥要排队进我家？张婶高兴地说：哎呀，欣然回来了。你家不是买了顶级治疗仪吗？你奶奶见人就说让大家都来试用。听说那治疗仪可贵了，全是国际前沿科技。我们不好意思免费用，都带了礼物来的。我一惊，心凉了半截。我明明交代过奶奶不要告诉别人的。我惶恐地冲进家门找奶奶，没想到家里更是人挤人，好多人围着治疗仪捣鼓，一些人在看电视聊天，还有人和奶奶坐在茶几周围打牌。家里挤不下的人才排到外面。奶奶看见我回来，兴高采烈地跑过来：欣然，大家都说顶级治疗仪好用哦，还夸你是个孝顺孩子，都羡慕我有福气呢。我张了张嘴，家里都是人，我也不好直说。奶奶忙着送走一些人，又迎接一些人进来，试用顶级治疗仪。我印象中，奶奶是个脾气古怪的老人，想不到这么好客。我扫了一圈人，赫然发现坐在茶几旁边的是吴玉芝，奶奶的死对头。他们年轻时闹矛盾，几十年不来往了。可是现在，他们肩并肩聊天打牌，热乎得很。后来，我从爸妈口中得知，他们曾经一起上学，是从小到大的好闺蜜。只是奶奶的儿女都考上了好学校，毕业后出人头地，奶奶飘了，看不起曾经的小姐妹。小姐妹生气加眼红，到处说奶奶坏话，两人从此分道扬镳。奶奶嘴里说吴玉芝是死贱人，但总是望着老照片叹气。有了顶级治疗仪后，奶奶装作不经意地邀请吴玉芝试用。没想到吴玉芝突然痛哭流涕，说当年是她对不起奶奶，她一直都想和好。奶奶喜出望外，当下就拉着她回家做客。我听到他们聊天，聊到身体的各种病痛。奶奶感慨说：人啊，干什么都不要生病，生病比坐牢还难受呢。我老伴身体壮得跟头牛一样，一场大病就带走他了。奶奶的眼神暗淡下来。以前我和爸妈都忙于工作，以为让奶奶不愁吃穿用度，她就应该很幸福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其实奶奶一直很孤独。诚然，奶奶生活富足，子女都很孝顺，但没人记得她还是姑娘时候的样子。她跟孩子们在一起，就永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。现在她跟一起长大的闺蜜聊天，
聊到当年的学校和老师，咯直笑，仿佛还是一群小姑娘。她们曾经很要好，后来一个飘上天，一个在地上追赶，生活的曲调无法合拍。等到奶奶的老伴去世，自身也被病痛折磨，他们的步调再次重合，在人生即将落幕之前，重新变得惺惺相惜。小区里的老人全都用过一遍顶级治疗仪了。很奇怪，明明是我组装的小破烂，大家却都说很管用。尤其是奶奶，她腰不酸了，腿不痛了，一口气上5楼都不喘气了。她每早爬起来就去找小姐妹，逛市场，逛公园，走路嘎嘎带风。我说奶奶好像年轻了10岁，奶奶特别高兴。这都是多亏了顶级治疗仪呀。我妈跑来报喜，说养生馆现在门可罗雀。自从试用了我家的顶级治疗仪，老人们都觉得养生馆的落伍了。不仅不能控制电量，电的人不舒服，还没有震动和加热功能。养生馆又开始送免费鸡蛋，但没人去领，因为他们送的是临期鸡蛋，放不了几天就坏了。我笑说活该，但心里隐隐有种预感，养生馆的骗子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家已经成为社交场所，每天都人满为患。为此，奶奶提议把顶级治疗仪搬到棋牌室去。一个是因为沈伯伯、许振邦他们也想用，但不好意思老来家里；另一个是家里的客人太多，会影响我们正常休息。棋牌室位于社区中心，老头老太太都爱在那里下棋打牌。其中许振邦是一个精神老头，热衷打太极，每天穿一身白色练功服，气质卓然出众。他老伴30年前死于心肌梗塞，之后一直没有续弦。他跟奶奶很聊得来，曾经天天邀请奶奶一起打太极。子女有意撮合，但奶奶退缩了。她说都没几年好活了，还折腾这些，叫人笑话。我们刚到棋牌室门口，许振邦已经等候多时。他麻利地和我一起搬运、组装。奶奶默默注视他的背影，脸颊微红。我故意大声问奶奶，奶奶脸好红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奶怒道：大人的事，小孩懂什么？顶级治疗仪在棋牌室落地，非常火爆。我奶奶陈竹青和吴玉芝他们担当起指导员的角色，指导别人用各种高级功能。一个老头用完治疗仪，他们都夸他面色红润，状态好了不少。老头果然容光焕发。我懂了，原来是化疗。拄着拐的杨守业大爷来试用。他平时比较腼腆，被10几个老太太追着夸。杨守业高兴地蹦跶着回家，到家才发现忘拿拐杖了。我清楚顶级治疗仪的底细，不敢离开太久。眼看治疗仪越传越离谱，我慌得不行，只能给老人们帮忙来缓解负罪感。我帮爷爷奶奶们搬水、跑腿，捣鼓他们弄不懂的手机小程序。放在以前，做这种低效还没钱的活会让我发疯，但是跟老人们在一起，效率似乎也不那么重要。吴玉芝找我帮忙报名老年大学，但是不确定自己要报什么课。我只能一边查询课程内容，一边梳理吴玉芝的需求。她絮絮叨叨地乱聊，本来10分钟能解决的事儿，弄了一上午。我开始急躁了，吴玉芝赶紧说：不急不急哈，你帮吴奶奶，吴奶奶帮你介绍对象。我有个孙女单身，是模特，你帮我弄好，就介绍你们认识。我充满干劲了。好不容易报名好了，吴玉芝突然健忘，道谢完立刻溜走。没办法，我求奶奶去打听吴玉芝孙女的联系方式。
奶奶一句话击碎我的幻想。吴玉芝哪来的孙女？她只有2个孙子。好个老滑头，坑我宝贝欣然。你等着，奶奶给你介绍更好的。从此，奶奶又多一项兴趣爱好，打听谁家有适龄单身女青年。她在小区里结交一群新的密友，几乎人人见到她都能聊上2句。我刚帮吴玉芝弄好老年大学注册，棋牌室的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。终于找到你这个抄袭狗了。你以为印上商标就行了？你交代理费了吗？门外，刘广胜领着一群养生馆的工作人员。此时正是午后，老人们活动最频繁的时段，有不少人正在排队使用治疗仪。养生馆的人冲进来，包围住治疗仪。一个秃头工作人员赵铁林大喊：“这治疗仪是谁提供的？快站出来！”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当初在养生馆，他们用歪理哄骗老人，洗脑了一群追随者。现在老人们已经不信他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唬住谁。我无所畏惧地站出来：“是我。”赵铁林指着我鼻子，正要大骂，刘广胜制止了他，走过来观察治疗仪，摇了摇头：“哎，我知道大家治病心切，容易误入歧途。本来固定在我们馆里治疗的患者，已经在逐渐好转。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们，我本以为他们已经痊愈，暗自替他们高兴，没想到是上当受骗了。我推荐大家使用的是由国家经营许可、医疗机构授权的正规产品。使用这台假冒治疗仪，不仅不能治病，还会贻误最佳治疗时间，害死人呢。”原来他知道贻误最佳治疗时间会害人啊，但他不知道，对于他说的正规产品，我早就查清楚了。我举起手机质问：“这是你们馆里那台治疗仪的产品信息？”我查过产品编号，是假的，所属的机构也不存在。国家经营许可倒是有同名的机器，但只能治疗失眠。你们的机器根本不是正规产品，想告我侵权，有本事跟我去警察局啊！刘广胜冷眼看我，不屑地说：“我不跟你扯这些虚的，我们只看疗效。”他走到正坐在治疗仪上的大爷身旁，装模作样的捏了捏大爷的手腕，俯身听听他的胸腔。然后刘广胜痛心疾首的长叹：“哎，作孽啊！假冒治疗仪的磁场太弱，只会让人神经激素紊乱，病情加重。我看大爷前几天还神采奕奕，现在却脉象混乱，呼吸不畅，被这台假冒治疗仪害惨了。”刘广胜又指向周围的老人：“你，还有你，之前在馆里多么健康，看看现在都病成什么样子，一个个头晕眼花，站都站不稳了，真叫人难受。”我心里把病友都当成我的亲人，竟然有人坑害我的亲人至此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刘广胜一个眼色，2名工作人员冲上去，把我的治疗仪掀翻在地。治疗仪被摔坏，露出内部简单的开关接头。养生馆的人看了，哈哈大笑。刘广胜更是眉飞色舞：“看看，都看看，假冒治疗仪原来只是一个空壳子。”全场哗然，老人们愣愣地看着被摔烂的治疗仪。我攥紧拳头，从牙缝里挤出话来：“怎么，你的治疗仪内部不是这样的？”刘广胜仿佛胜券在握，轻蔑地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还想骗人啊？你的算盘要落空喽！我正好带了一台真的康复治疗仪过来，让你们见识见识。”他挥了挥手，工作人员搬出一台康复治疗仪。治疗仪似乎很重，他们累得气喘吁吁。刘广胜敲了敲治疗仪，
传出实心物体一样的嘟嘟声。真正的康复牌治疗仪，真材实料，很有分量。或许有人想模仿它，但永远不可能真做出来，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。治疗仪内部采用了整块月球陨石，涨潮都知道吧？就是因为月亮。月亮释放的能量远大于人造的一切。月球陨石是强化人体磁场的最佳材料。美国人为什么偷偷登月？就是为了找月球陨石。可是我们技高一筹，比美国人先找到了，这才有了能救人性命的康复牌治疗仪。刘广胜滔滔不绝，我趁他不注意，一脚踹翻治疗仪，蹲在地上猛砸治疗仪，直到他的机箱开裂。我拨开电线主板，看清里面的结构后，我扑哧一声笑出来。你说的月球陨石就是这个水泥块。裂开的治疗仪内部竟是用水泥浇筑的。刘广胜话刚说了一半，似乎没料到我真敢砸他的机器。赵铁林眼睛发红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。你知道一台治疗仪多少钱吗？你故意损坏，至少赔10倍。今天你不赔钱，甭想站着走出这个门。衣领勒住我的脖子，我有些喘不上来气，直咳嗽。放手！奶奶闻讯赶来，钻出人群。她弹射起步，一个纵身飞踢，踹在赵铁林侧腰上。赵铁林被踹飞，一屁股墩儿坐在地上。围观的老人大声叫好，鼓起了掌。刘广胜茫然地看向围观群众，搞不懂他们的立场。原来养生馆的人刚来砸场子，许振邦立刻去给大家通风报信。奶奶赶到，眼睛锁定到我被人揪着衣领骂。她说当时脑子一热，年轻时放牛的劲儿都回来了。她脚踢赵铁林，拳打刘广胜，愤怒至极。治疗仪是不是假的？我们用过的人还不知道吗？你们才是骗子！要不是我孙子帮忙，多少人要被你们骗去退休金？我们没去砸你们的店就算轻了，还敢自己找上门来。奶奶率先出手，许振邦也不示弱。他衣袂翻飞，现场打了一段8段锦。不知是不是为了在奶奶面前表现，他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末了还帅气地勾了勾手。你不是说我们头晕眼花，站都站不稳了？现在就跟你老眼昏花的伯伯们过2招试试。吴玉芝一眼看穿许振邦的心思，冷笑一声：呵呵，男人到老也没变。吴玉芝是老年舞蹈团的领班，在练舞时被叫过来，穿着花哨的舞蹈服。他们正在排练舞鞭，他一甩皮质长鞭，在空中啪啪2声炸响。竹青说得对，欣然帮了我们很多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你们敢来找事，看我闪电5连鞭伺候！我赶紧退出战场，生怕被误伤。没想到还有高手。杨守业一瘸一拐地进入棋牌室，把拐杖一扔，他趴在地上，蹦跶着扑向刘广胜。看我祖传蛤蟆功！咕呱咕呱！刘广胜以及4、5个工作人员立刻被老人们包围了。刘广胜试图解释：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我这位同事是急性子，我们只是正常商量赔款。5万一台的机器，他说砸就砸了，这是违法的。我奶奶根本听不进，追着他打。让你欺负我孙子，坏蛋，坏蛋！白鹤亮翅，金鸡独立，青龙出水，右边腿，左正蹬，咕呱咕呱！刘广胜们狼狈躲闪，被一群80旬年轻人追着打，看得我这个20旬老人目瞪口呆。最后是刘广胜报了警。警察赶到的时候，他脸上的妆花了，假胡子也掉了。
几人带着哭腔向警察控诉，说这帮老人围殴他们，还毁坏一台昂贵治疗仪。警察小哥陈立伟看向众人，老人一下子露出疲态。我奶奶被吴玉芝搀扶着，丝丝喊疼。许振邦佝偻着腰，一手捶后背，咳嗽不断。杨守业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站起来。警察小哥再次确认：“你是说，你们被这群老人围殴了？这群拄着拐杖、看不清也听不见的老人。”他嘴角抽搐。但是警察都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再好笑也不会笑。刘广胜气急，瞪着眼睛叫道：“他们是装的，他们很健康，根本没病。”警察小哥看向被摔烂的治疗仪：“要是他们很健康，那你的治疗仪能治病就是骗人的喽。”刘广胜一时语塞：“骗人？”我突然福至心灵，嘿嘿，我还真有他们骗人的证据。这段时间忙顶级治疗仪和找工作的事，我差点忘了。我找出刘广胜和同事在男厕所的对话录音，放给警察小哥听。他面色一凛：“带走！”骗子几人被押上警车。没过几天，养生馆也被封了。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流窜诈骗团伙。他们之前在别的省卖假保健品，老年保险骗人，骗到巨额财富。有人报警后，他们连夜跑路，又开发出新的骗局来到我们小区。我有点后悔没早些报警，好在现在也不算晚。警方顺藤摸瓜，打击骗子老巢，追回了大量受害者的财产。骗子被曝光后，本地的新闻台过来采访，小区里很是热闹，好像过年一样。新闻播出后，县团支部书记吴海燕找上我，说他们正在筹划老年人反诈骗专题活动。从新闻上看到我的事迹，很受触动，邀请我做反诈骗活动的大使。正好我也没工作，可以给我一个正式职位。我成公务员了。我飘飘然地办完手续，顺利找到了工作。我去县里接受培训，积极准备活动，忙起来好几周过去。等到我终于回家，心里盘算着给奶奶买一台新的治疗仪。这次要找有口碑、有疗效的正规产品，不骗奶奶了。可是我一踏进家门，看到摔烂的顶级治疗仪被拼好了，摆放在客厅，老人们依旧轮流坐在上面使用。我找到奶奶：“奶奶，别用这台治疗仪了，我给你买一台新的。”奶奶笑说：“买治疗仪干什么？我又没病。”那台顶级治疗仪虽然摔坏了，但按摩椅还是好的，大家都爱用。我愣住：“奶奶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是按摩椅的？”搬去棋牌室之前，我寻思着洗一洗椅子套干净，就发现了。那么早？奶奶，那你不生气吗？要是我刚取出钱买治疗仪的时候知道，应该会生气吧。但现在我只觉得你这孩子调皮，还跟奶奶耍心机，奶奶也要吓一吓你。奶奶在棋牌室把顶级治疗仪吹得天花乱坠，我尴尬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。没想到奶奶竟是乐在其中，好一个老滑头！奶奶不需要任何治疗仪了，她每天跟吴玉芝逛公园，跟许振邦打太极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就算没有子女的理解和陪伴，她也不会孤独了。这样充实快乐的日子，奶奶过了10年。今年除夕夜，奶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。天亮之前，奶奶思维清醒了片刻，好像是回光返照。病房里挤满了来探望她的人。奶奶住的是双人病房，跟吴玉芝是病友。他们走不动路了，就并排躺着，叽叽喳喳聊天。奶奶的密友们在病房支起桌子，
打牌打麻将。医院是悲伤之地，在这个病房里却没有一点悲伤的气息，就像奶奶一直以来的生活一样，热热闹闹，朝气蓬勃的。奶奶跟走进病房的人寒暄，问候七大姑八大姨，直到累了，奶奶歪着头睡去。她平静地停止了呼吸。我老婆林小雨看着比我更难过，因为她跟我就是奶奶介绍认识的。我转过头去，看到窗外的朝阳猛然跃出地平线，瞬间金光万丈。啊，出太阳了！阳光照在奶奶脸上，她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。